Show me the money。最爱的刮胡泡沫，还有必吃巧克力。前 NBA 达拉斯独行侠老板，美国富豪库班秀出他人生不可缺少的物品，但受到川普关税政策影响，身价高达57亿美金的库班可能也要开始囤货。大家好，我是咻咻，欢迎来到我的斜杠人生频道。这个系列是关于投资的部分。这集主要是想分享对最近台北股市的一些个人观点。如同我们频道介绍的，我只是个上班族，也不是专业的分析师，但就在自己的频道分享一下个人观点，供各位参考。大家都知道，之前清明连假才过了2天，看到川普的关税政策还有美股崩盘，很多人就在担心礼拜一开盘台股要补跌多少，或是融资会不会断头等。果不其然，4月7号礼拜一开盘等于收盘，几乎每一档都跌停。网络上开始有一堆梗图，如这个刺激2025，这个是当年算神片的刺激1995的海报，30年后被拿出来魔改也毫无违和感。我还看到川普的关税帝君梗图，然后刷一下脸书社群或是新闻，几乎都是哀鸿遍野要税公园之类了。打开电视财经新闻，清一色都是跌停，真的是史诗级的绿。那废话不多说，以我个人而言，我主要以存股领股息为主，所以基本上虽然大跌会造成我账面上市值减少，但因为我投资的公司都已经公布股利，所以对我而言今年领到的股息是没有改变的。以下我利用手机的萤幕录影功能，把4月7号那天的未实现损益给大家参考。在这之前原本还有超过未实现100万，这个未实现损益是我大概投资了6年多的成果，当然跟很多人相比也不是很多，并且就如同我刚说的，我主要获利以领当年股息跟增加每年股息为主，所以我其实不太会去获利了结账上赚钱的股票，除非公司基本面或展望出了问题，但这个概念应该坊间有很多书籍或是很多前辈的可以参考，我就不多加叙述。我本身大概投资20几档股票，股数有多有少，有些甚至只有0股不到1张，但我的投资组合多半是生活投资或是民生必需个股。这类股票都是平常没有话题性，所以过去 AI 半导体在涨的时候，其实我有1年多股票都没什么动，直到今年过年后才开始动了起来。所以4月7号的大跌对我而言有点是打回我2025年初的市值，相比台积电大概打回到去年8月的市值。就关税而言，我个人认为短期内资金会先往内需股做防御的流动，所以可以看到4月7号那天统一超商啊、全家啊，盘中都是有一波拉抬。4月8号民生必需品类股更是马上就反弹。这里分享我在4月7号盘中看到的一些现象。举兴农这档我有持有的股票例子好了，兴农就是农粮概念股，还有台湾的丰康超市。虽然它收盘也是跌停，但如果观察内外盘的比例，也就是外盘有没有愿意追价的买盘，其实它是2209比1511，外盘对比内盘其实有超过60%。再拿一档美无华，这档就是卖场卖洗发精、润发乳、染发剂的美无发品牌，也可以看到它的内外盘比超过50%，而这2档股票成交都爆出大量，所以可以说有人愿意在相对底部承接的概念，甚至美无华公司在盘后发布3月营收时正成长，也备注业务以内销为主，不受关税影响。对比来说，看一下台积电，一价跌停到底，但外盘到收盘时只有13，也就是只有13个人愿意主动买跌停价，所以对比内盘卖出的23000多张，没有人愿意承接跌停848的台积电，所以可能有流动性的风险。再看一下鸿海，外盘26000，内盘13，也是没有人要主动买跌停的鸿海，所以跌不出量，变成无量下跌，就有流动风险，造成比较无法预期底部或是要跌到什么时候。总结来说，4月7号大惨案收盘跌了2000点，结果外资居然买超156亿，
虽然有可能都是买反向 ETF， 但我盘后看其实譬如台积电跟鸿海外资当天是买超的，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有闲钱就加码一些，看很多殖利率都跑到 6%、7% 了，就算它短期内涨不会来，但我就抱着至少可以领这个6、7%的心态在相对低档加码，以后半年1年回来看，就会觉得是个正确的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对我讲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在下面留言，有机会再分享更多。